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进入了2026年，在中国大陆也上演着越来越反常的现象。北方到底怎么了？地下水复涌，鸟类集体活动，这样异常的现象突然在2025年12月开始集中爆发，究竟是大事发生的前兆，还是正常的自然现象？最近呢，上河4省以及湖北多地突然出现地下向上冒水的情况。最让人不解的是有些个泉眼冒出来的水呢是热水。这段时间，中国北方多地出现了井水外溢、温泉复涌的情况。1月6号，在寒冷的山东省淄博市农田里，一口废弃的水井近日却突然间吐出了热水。这是山东省淄博市黄城镇五路口村几百年了从1月6号就是今天上午开始突然出现了这个喷泉你看这热气现在这水温已经达到34、5度。到36、7度了都可以洗澡了开玩笑，30多度，真我惊奇从来没听说这种事回来。村民王先生说，这是大约是6、7年前打的水井，但是呢水不能够喝，所以就把井口盖给盖上了。结果呢，这口井从6号到7号24个小时都在冒水，现在是停了。是个神经这是有800多上，现在你看有这个用温度表在测。专家说了，有可能还会再喷现在不喷了我看一下温度现在的温度是还是30度还是30度还是30度对此呢，淄博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表示，这里曾经勘测过地热资源，就是没喷。专家表示，这几年雨水太多，水位上涨很正常。结果呢，当地政府又派人把井口封住了。那么对于专家的分析，网友显然是不相信，还纷纷的提醒说，这是要地震了，不是温泉。最近山东地冻可是很频繁，出现温泉，这是地底温度上升、岩浆活跃的原因吧？大家晚上睡觉注意点好。2025年的12月28号，山西长治沁县有网民发视频说，北寺上村发现了地下温泉水。将地封水了王翠，这日可是看错，来给你们录一录看，人家就是痛了啦，你手都不敢在里头放了，磕头了。据沁县定昌镇北寺上村的村民说，去年年初就有勘测队伍在村里打井探测，最近呢，从地下将近3000米处的深井中抽出了热水，水温70度左右。村民说，在这之前村里没有发现有温泉。2025年12月4号，河南省郑州市侯寨镇荔源河村的一个废弃的机井，突然间重新冒出了30多度的井水。你看水大不大？到底这个温泉水还到底会流多少钱？到底会流多少钱这把你们试过了这水温也不热也不凉，不凉反正还有个30度左右。村民的老人说呢，这里原本是贾篓河上游的泉眼，很多老人年少的时候呢，经常在附近洗澡，冬天的时候水温也是刚刚好。后来泉水枯竭了，已经有30多年没有水了。贾篓河也被叫做是郑州的母亲河，而且呢还不止这一个地方的井水复涌，荔源河村周边有很多处泉眼都开始出水了。
有网友实拍贾楼河第3温泉正在排沙的画面。朋友们的关注啊，谢谢朋友们的关注。这现在这水流量越来越大了呀，各个节点们正在排沙中，3号泉正在排沙中。对此呢，有人调侃道：“温泉复活，这是龙王旅游回来了。”但是呢，也有人表示，多地突然间出现温泉，这就说明地壳有变动呀。有没有地质专家赶紧调查一下？山东省济南市的趵突泉被称为是天下第一泉，在2025年的10月14号达到将近60年的最高水位，实时水位飙升到了30.29米，这也刷新了1966年以来的最高的记录。给从这里看到趵突泉吗？没见过。我来济南27年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水啊！近期呢，河北省保定市有多个断流几十年的古泉眼，竟突然间集体复涌。只见地下井喷水外溢，泉水把农田果树都给淹了。这是保定市锦绣区农村的实拍画面，显示当地的农田附近到处都是泉眼，还在冒水，今后也往出冒水，而且呢，水很清澈。拿这上场了嘛，这都得想，我这真想想不起来，真得想，真想起来。我这是这个路，井外冒水。2025年12月24号，有网友拍视频显示，保定市定州白龙泉又开始喷水了。河北省保定市虎山乡南街村也在冒水。这个刚才看这个马路上，就是那个道都是水，然后这个有的村民那个家里边也有冒水。有人表示，这是难得一见的桑田变沧海奇观。那么让人感到不解的是，现在正值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按理说呢，农村的田地早就应该是上冻了，怎么还会出现大面积的积水呢？当地村民说，早在2025年的8月就已经有冒水的迹象，但是原因不明。现在地面冒水的现象持续的扩大，引发人们对是否有大事发生的担心。家人们，这什么情况啊？这么多地方从地下往上冒热水。听说河南郑州一口93年就干了的井，现在咕嘟咕嘟往外冒30多度的热水，水流成河。还有山西太原断了将近30年的晋祠南老泉重新喷水了，还有山东济南的趵突泉水位创了60年新高，河北邢台的百泉也重新涌出了一片湖，这也太奇怪了吧。对此呢，网友表示，事出反常必有妖。井水突然间升高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中呢，一些可能是自然现象，而另外一些可能与地质活动有关。以下是可能的原因：地震前兆，在没有降雨或过度抽水的情况之下，井水突然间上升，甚至是外冒，可能是地震的前兆。这是因为地震前地壳内部的压力变化可能会导致地下水位异常。其实呢，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贵州、湖北等多地都出现了地下水冒出，或者是干枯几十年的泉眼复涌等现象。而且呢，这些温泉和老泉眼在近期几乎是毫无预警的集体复活，喷出的水量呢也是很惊人的。据说呢，有的泉眼每小时喷涌上百吨温泉。那么为什么中国多地都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呢？在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古籍的体系当中，都认为地下水溢动、枯泉复涌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而被认为是天地之气失衡的重要征兆。而这往往和政局、德行、灾变与王朝气数相互对应。
在中国的古籍与风水学中，地下水的异动一般都意味着根基失衡、秩序受压，以及承载力到达极限。正所谓的水反涌，主逆乱。在《明史五行志·明纪北略》中，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年间，当时北京的灾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天象先乱，而是地象先出现变化。据史书记载，北京城和周边多次都出现没有雨而地面涌出水来，城里低洼处反而是积水不对，也出现井水暴涨、忽清忽浊的现象。有的地方呢，地裂开涌出水，但随后水流又迅速的枯竭。这听起来呀，和我们上面分享的视频画面很是相似。明史还专门用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来做总结，说水不循道，国将失序。意思是水不遵循其运行的规律，说明国家将失去应有的秩序。那么换句话说呢，不是水太多了，而是压力太大了。有很多人认为明朝是因为流寇和满清的军队而灭亡的，但是在灾异学与地理学者的眼中呢，他们认为明朝灭亡的真正前因早已具备，即财政枯竭、赋税层层加码，而明朝的官僚体系空转，沿路出现封闭，百姓冤屈无门。这听起来和今天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何其的相似。而在《明纪北略》中呢，也有一句话说，民气郁而不得伸，故地先为之动。大概意思可以理解为，老百姓的痛苦愤懑得不到应有的伸张，所以大地先为之震动。可以说呢，这句话正是地下水出现异动的人间翻译。所以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的猜测，中国多地在冬天突然间出现温泉以及水涌出地面，并不是专家所说的夏秋季降水多的原因，而是因为民间百姓的怨气、冤情得不到应有的伸张与抒发。整个国家在中共的治理之下已经失去了秩序，面临着动乱。现在中共暴虐，百姓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有人用 AI 制作出这样的视频画面，显示中国抛弃了共产党的统治。相信这也是很多饱受中共欺压的民众最真实的心声。中华民国大陆临时政府宣布，为首都重新举行全民公投，郑州、武汉与南京角逐，最终南京以绝对优势胜出。保障公民权利以宪政、自由、民主为根本路线。从今天起，每一个中国人都将拥有保障和尊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在2025年末到2026年初的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中国多地都出现寒冬季节地面冒热水的现象，也可能与自然灾害有关。有网友指出，哪里的热水大得注意点儿，水是往低处流的，如果水往上冒，说明地下压力很大，板块运动受到挤压，把水给挤出来了。尤其是热水是经过地下喷涌的岩浆加热过的，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当地的地震情况，尤其是在以前地震过的地方，尤其要注意些。希望中国民众能从这些反常的现象中得到启示，抛弃中共，迎接美好的明天。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给人希望，为正义发声。感谢您关注看大陆节目，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